安安，我是墨仔，这次来介绍一下黑鲨中所有的职业。玩了黑鲨4年，虽然不是每个职业都将金，但每个职业都算有碰到，可以说一下每个职业的特色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。战士是一个拿着超大剑和盾的职业，可以说是最帅的男职业之一。除了不能做远程攻击外，战士可以做前线、做输出、做刺客都行。在黑鲨初期，是黑鲨中攻击速度最快的职业，有控制技能中最重要的捉技能，可以把人捉起来。觉醒战士牺牲盾牌，专为用大剑进行战斗，技术上限非常高。会玩的可以低血量反杀任何职业，会玩的话可以超顺的打出连技。继承战士的话，比觉醒战士简单很多，主要是配合用剑和盾战斗，有盾可以进行格挡。但攻击连技的前后摇很大，就是使用某些技能会有多余的动作，而且 PVP 中有太少技能可以应对任何情况，但优点是操作简单。守护者是一个拿着斧头和盾的职业，可以说是全黑鲨最容易又强的职业。守护者拥有超慢的攻击速度，每一个技能都需要超长时间，在 PVP 方面不太理想。觉醒守护者使用的武器是大型的长戟，拥有超级多的控制技能，而且拥有超大的攻击范围，可以瞬间飞入战场，然后令每一个击中的人慢下来。觉醒守护者有一招技能，每击中一个目标回复大量生命，可以大幅不血，生存力十分强，而且核心技能只有几个，只需要记几个技能就可以，十分适合新手，也是想刷怪11星2用的最佳之选。继承守护者的话，有中世纪维京人的感觉，攻击速度比觉醒守护者快，在群架中担任前线，通常都是站在前面弹伤害和捉人，比较偏向一口气打完连招，爆发能力十分强。女武神有点传统游戏圣骑士的感觉，可以说是女版本的战士，有很多辅助队友的技能，同时可以近距离造成大量伤害，可以说是黑鲨的重型坦克。觉醒女武神拥有全黑鲨最高 PVP 伤害的技能，可以瞬间飞到敌人头上轰下去，造成灾难性的伤害。在大型的占领战，可以瞬间杀死很多人，令人十分舒压。继承女武神的话，攻击范围比较小，比较适合在1打1的 PVP 玩法，操作上比觉醒女武神更加容易，因为有盾牌的关系，防御十分高，移动技能比较少，但可以造成很大的爆发伤害。玩家笑话继承女武神有点像轮椅。女巫是传统游戏的法师，使用各种元素进行攻击，每个元素都有夸张的特效，而且技能冷却很短，可以享受元素打在敌人脸上的快感。觉醒女巫有很多元素技能，可以应对任何情况，风格上很悠闲，跟守护者一样被公因为最容易的职业，而且只需要把技能放到技能栏，顺着按就可以打出连招。继承女巫的话，连招方式上比较受限制，需要知道每个技能附带的效果，然后点不同的技能决定了不同的玩法风格。巫师就是男版本的女巫，但主要用的元素不同，同样可以享受元素打在敌人脸上的快感。觉醒巫师主要武器为2个魔法球，主要控制火和水元素，有超高伤害的近距离攻击，拥有黑鲨中最优秀的控制技能，但移动性比较低。继承巫师的话，不像觉醒只用2个元素，而是所有元素都会用到，有优秀的远距离攻击和一位传送技能。继承巫师有一个被动技能，可以减少相同元素技能的冷却时间，所以可以一次性把技能轰在目标上。武士是黑鲨中跑最快的职业之一，是最优秀的刺客，可以快速进入战场，打不过的话逃跑也很快。觉醒武士拥有十分帅的火焰特效围绕，拥有超级速度，虽然敌人不能够对你使用控制技能，但需要用你的伤害来交换，比较吃装备，而且移动需要耐力。如果这些缺点都能解决，那将会是出色的刺客，很常被用来刷软怪。继承武士的话，伤害比觉醒武士高，但比较少控场技能，移动的距离也比较短，所以通常被用在站着刷的猎场。梅花就是女版本的武士，同样是黑鲨中跑最快的职业之一，用的特效是冰特效，可以快速进入战场，快速脱离战场。
觉性梅花跟武士的超级盔甲不同，梅花有的是正面格挡，在刷怪方面比较优势，因为刷怪的时候都会面向怪物。继承梅花的话，有的控制技能比觉性更要少，但是拥有的伤害更加高，十分注重进场的时机，快速打出大伤害之后脱离战场。游侠是传统游戏的弓箭手，是黑鲨的第一个远程职业，有精灵的外形。继承游侠可以打出超远范围的攻击，而且可以一直放风筝，一直跟对手保持距离，或者躲在高处屋顶疯狂输出。刷怪的话，因为一直移位很难瞄准。觉性游侠的话，使用2把短刀作为武器，拥有超强的机动性和移动技能，但是手很短，需要贴着敌人进行攻击，非常吃操作。寻灵者是游侠的男版本，同样拥有精灵的外形。寻灵者只有觉性没有继承。觉性寻灵者玩起来十分流畅，大部分的技能都会向前移动或向后移动，风格是放风筝，跟对手保持距离，拥有超级远的距离，只要你能够瞄准就可以射到，拥有黑鲨中最高的单目标伤害。决斗家又被称为男拳，主要用手进行攻击，很常被玩家称为猴子，因为他的手臂很长。觉性决斗家使用技能的时候会召唤火焰分身，很多技能都有超级盔甲，可以抵抗敌人控场，而且需要进行的连招比较少。继承决斗家的话，攻击范围比觉性决斗家小，更加注重前格挡，需要记得十分复杂的连招，在单挑方面比较强，但在多人的地方就比较弱。女斗神又被称为女拳，是决斗家的女版本，比起男拳，女拳更偏向用脚踢。觉醒女斗神使用技能的时候会出现水龙，拥有超强的抵抗控场技能，超高的反应速度，如果装备使用回避的话，对手更是几乎打不到你，但刷怪的伤害比较低。继承女斗神的话，把华丽的技能特效换成了伤害，拥有高的生存能力，在刷怪方面伤害比较高，操作难度比较高，因为需要知道如何取消前后摇。狂战士是黑鲨中体型最大的职业，也是被玩家公因为最丑的职业。继承狂战士主要武器为双斧头，可以一直变身成野兽进行攻击，作为 PVP 前线的最佳之选，拥有超级强的生存能力，在团战中可以快速跳入战场，拥有最强的捉人技能，可以把人捉起然后疯狂虐待。觉醒狂战士的话，武器为手炮，拥有较远的攻击范围，玩起来更像一个远程刺客，觉醒的伤线比继承狂战士高，如果会玩的话十分强，但操作难度十分高。达卡尼亚又被称为龙女，继承和觉醒风格差距十分大。继承达卡尼亚使用大剑作为武器，攻击速度十分慢，但是伤害很高，而且是黑鲨中最坦的职业之一，拥有超级大的范围，伤害下限十分低，如果不会玩的话十分灾难。觉醒达卡尼亚的话，属于近战刺客，拥有龙一般的敏捷飞行能力，可以使用翅膀飞很远，可以透过不同形式使用技能，获得不同的动画效果。蓝是近战刺客职业，跟所有的刺客有不同的独特之处，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飞，蓝可以飞到敌人的头上向下攻击。继承蓝攻击起上来有点像在跳舞，攻击的时候会保持移动，而且有超级盔甲。觉醒蓝的话，使用双刀作为武器，觉醒跟继承蓝完全相反，比较像玻璃大炮，适合刷硬怪，可以远距离捉人。科塞尔是一个用水的海盗，可以像蜘蛛人一样拉着建筑物滑行，可以在水上移动。继承科塞尔变成美人鱼进行攻击，拥有十分多的超级盔甲技能，可以不用担心被控场，而且技能可以削减敌人的防御力，但在单挑方面比较弱势。觉醒科塞尔的话，是一个中距离的射手，攻击时会召唤海赖，在 PVP 可以站在屋顶射人，但失去了继承的前格挡，所以需要跟敌人保持距离。沙溢是黑鲨公认的辅助职业，或者是生活专用角色，沙溢只有觉醒没有继承。觉醒沙溢拥有十分多的辅助技能，可以给队友叠加 buff， 但是手很忙，需要输出的同时使用辅助技能，
很多玩家玩的原因都是因为像小孩。魔女操作上限十分高而闻名，会玩的话十分厉害。她是 PVP 最难缠的对手，十分多的移位技能，敌人很难对她控场，操作难度很高，手会很忙。觉醒魔女使用的武器是镰刀，有比较多的超级盔甲，部分技能可以站着就放一连串技能，攻击的时候更像转圈圈。继承魔女的话，手比较短，技能范围比较小，但伤害超级高，移位技能多，技术上限很高，是 PVP 的热门职业。大贤者这个职业的背景设定就是穿越回到过去，然后成为黑沙世界的神艾达纳的人，也是建造堡垒副本的人。觉醒大贤者使用雷电进行攻击，有一招很有名的招式定罪的雷狱，大范围长时间把前方对手电死，使用的技能会令你感觉飞来飞去。继承大贤者的话，十分高机动性，可以技能存力后移位后再把技能打出来，在团战中十分优势，可以躲起来存技能再进入战场。黑暗骑士是整个黑沙外观最美的职业，时装更是美到不得了，外观拍照玩家都会玩这职业，官方周边还有黑旗的 GK 模型。继承黑暗骑士注重在小范围高伤害，可以快速移到敌人背后，然后打出控制技能，只需要用少量技能就能打出高伤害，但缺点是血很脆，被人说是玻璃大炮。觉醒黑暗骑士的话，拥有比较大的范围伤害，作为中距离的刺客，可以保持距离一直风筝对手，但是连招用起来会总感觉卡卡的，同样被称为玻璃大炮。觉醒的技能特效也像玻璃。诺娃继承和觉醒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，这个职业刚出来的时候吸引了大量玩家。继承诺娃使用大盾牌和流星锤，操作起来很笨重，但是防御是黑沙中最强的，使用技能的时候会召唤暗影士兵，操作起来就像操作一个军团，防御很强。觉醒诺娃的话，跟继承诺娃完全相反，不再使用盾牌，换成使用刺剑，是黑色沙漠最快的职业之一，比得上武士和梅花，有进入加速模式的技能，令这个职业保持最高速度，但缺点是你的手按技能会很累很忙。忍者是传统游戏的刺客，拥有最困难的操作，最高的伤害，最快的速度。继承忍者使用的武器是短刀，游玩风格比较多潜入技能，跟前面说过的一样，黑沙的刺客都有他们独有的技能，忍者独特技能是隐形，隐身到敌人附近，然后突然造成大量伤害，缺点是没有格挡技能，很容易被远程职业打败。觉醒忍者的话，使用的武器是很多把刀，跟继承忍者不同的地方在于，觉醒忍者切换武器时有正面防御，令战斗变得比较持久。如果很享受操作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职业。女忍者是忍者的女版本，跟忍者一样有隐身技能，很擅长在战斗中单捉后排职业。继承女忍者使用的武器是短刀，技术下限很低，会玩的话可以很厉害，不会玩的话根本在刮痧。有玩风格需要收集忍术点，然后再用技能释放忍术点，伤害上限很高，只要捉到敌人就可以爆发把他杀死。觉醒女忍者的话，使用的武器是呼啦圈，需要消耗的耐力比继承少，拥有出色的续航能力，所以游玩上会比较自由，但是代价是伤害没那么高，技能连招上需要用比较多的技能。驯兽师是黑沙设定中唯一一个年龄在18岁以下的职业，在捏脸的时候胸部大小无法调整，而且很多性感时装都不能够穿，能够控制宠物进行攻击，宠物是一只狼。继承驯兽师因为比敌人多一只宠物可以攻击，所以在单挑方面比较优势，有捉人技能，有保护技能。觉醒驯兽师的话，比较少使用他的狼，更注重在自己的武器上，拥有的技能可以面对任何的突发情况。哈萨星是一个优秀的近战刺客，可以分身成很多个龙卷风，然后隐藏自己，可以令敌人反应不过来。特别的是，他在沙漠上跑的话不会失去耐力，很适合在沙漠地形上战斗。觉醒哈萨星拥有比较大的攻击范围，拥有黑沙中最强的控场能力，很多技能都附带减速效果，
其中一个技能是可以回到不久前的位置，当感觉不对劲的时候，可以快速传送。技能动作令对手很难判断下一步是什么。继承哈萨星的话，拥有更高的爆发伤害，拥有很多移位技能，是单挑 PVP 玩家最热门的职业，技术下限比较低，需要非常认真研究技能，不会玩的话可以10分差。于是设定上跟另一个职业魅狐是姐妹，是站着刷怪的热门职业，刚出的时候是黑鲨最多人在用的职业。继承羽饰需要打出的技能10分多，需要记很多技能怎么按，拥有减少怪物防御的技能，和需要累积技能打出不同的龙卷风，所以打站着的硬怪非常适合。觉醒羽饰的话，使用灵魂之树作为武器，是一个远程的高伤害职业，有些技能可以令队友移动速度提升，可以远距离对敌人进行背部伤害，就算敌人正面向你也可以。在 PVP 方面，可以在战场上放置陷阱，陷阱造成巨大的伤害。魅狐设定上跟另一个职业羽饰是姐妹，是黑鲨中左右移动最强的职业，是中段距离的刺客。继承魅狐使用火花树叶作为特效，能够召唤一个一模一样的分身，而且移位技能10分强，这使得他在 PVP 中很难被锁定。觉醒魅狐的话，使用2把扇子，被玩家笑话为跳舞大妈，技能范围比继承小，比较擅长在移动到敌人背后，杀对手一个措手不及，在刷怪方面有稳定的性能。智者设定上是一位物理学家，用锤子来操控重力，所有的技能都金闪闪的。智者没有分别上的继承和觉醒方向，完成觉醒任务之后，将会可以升级原本有的技能，这令到新手玩家可以更容易掌握操作，而且技能动作10分流畅，使用起来10分舒压。特别的地方在于，智者不会受到掉落伤害，意思是你在很高的地方掉下去也不会受到伤害，反而你在空中造成的技能伤害变得更高。道士设定上是晨曦之国的角色，是目前最热门的男职业。继承道士武器是一把很长的剑，使用技能的时候会召唤一些军兵，技能特效有太极的风格，技能连招比较简单，对新手来说很容易上手。觉醒道士的话，变成了一个元素大师，可以跳跃到敌人头上，技能连招比较固定，使用元素技能将会在场上留下元素标志，需要用指定的下一个元素技能来触发被动，例如使用木技能之后使用火技能，将会令火烧得更猛烈。神枪手是最新的女职业，是黑鲨中第一个真正用热兵器的职业，设定上是由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。神枪手只有觉醒，总共使用3把武器，分别是左轮手枪、散弹枪和火箭炮。左轮手枪作为普通攻击，散弹枪拥有比较大的技能范围，火箭炮可以超远距离攻击敌人，移位10分多，所以可以一直风筝对手，而且枪声听起来10分战斗。悟空是目前最新的男职业，拥有中国文化悟空的设定，可以分身，可以使用伸缩自如的金箍棒。这个职业的亮点在于远距离移动，可以搭上筋斗云飞很远，拥有一个斗战胜佛的状态，需要维持斗战胜佛状态，攻击力大幅提升。